大理微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，拥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，各种道观寺庙也遍布了微山古城的周边，寺庙总数也达到了100余座。今天我们要去探访的就是微山古城东南角3公里处的大小寺。大家一听这个名字，也许会感到奇怪，怎么会有寺院叫大小寺的呢？其实它是一个由2座寺院组成的景点，玄龙寺与圆觉寺合称大小寺，被誉为蒙化16景之一。一座大寺，一座小寺，但实际上大寺的规模比小寺还要小，小寺的规模却比大寺还大，所以给到人们一种耐人寻味的感觉，值得细细品味。最先来到的是这一座玄龙寺，也叫做玄珠观。那么这一座玄龙寺呢，就是大小寺当中的小寺。小寺玄龙寺由大小16间殿堂组成，寺院依玄珠山而建，层台叠阁，气势雄伟。这是玄龙寺的山门，是单檐歇山顶牌楼样式，宽3间，前后檐下有如意斗拱，斗拱做工十分精细。玄龙寺又名玄珠观，前身是南诏王氏蒙氏宗祠，唐朝时成为微山境内第一所道观，曾毁于战乱，幸得圆觉寺扶持重建，如今成为佛道一体的寺院。玄龙寺的门口是有2棵柏树，这一棵要明显高很多，另外一棵呢就矮一点了，也是一高一矮，一小一大。大小寺在微山是非常著名的寺庙但是今天是星期天，怎么一个游客都没有？玄龙寺的大殿建于2米多高的台基上，单檐歇山顶，面阔3间，宽14.8米，进深16.2米，高12米，前为走廊，檐下是以七彩斗拱，整个建筑气势雄伟。来大小寺，除了可以欣赏到各式古建筑以外，寺院里的大小匾额、对联也值得细细品味，从字里行间感知微山历史文化的悠久和寓意深刻。每年的农历正月初9，当地群众都要到玄珠观赶龙华会，又称松花会，这一民俗一直流传到现在。从玄龙寺旁边这个门出来再走400米，就到大小寺当中的大寺圆觉寺。走在这条山间小道上感觉空气很清爽，环境非常的清幽。要经过一座非常精美的石拱桥，看样子桥面呢应该是以前的，而2边的栏杆呢应该是后期新修的，表面都长了好多苔藓了。这一座也是。圆觉寺双塔，双塔的周边呢就是古柏树林了。你看这些柏树多高圆觉寺原为明代左土司之母所建，历经明清3次扩建，成为今天规模较大的佛教寺院。寺前建有双塔，亦为明成化年间所建，直插蓝天，气势雄伟。前人曾概括为浮屠消玉一景。寺院依山势而建，有山门、弥勒殿、真如殿、大雄宝殿等建筑组成。寺内赏厅夜庵、细风亭、小桥、池塘等院林，寺院与园林融为一体。顿悟星空满目，千红万紫，推翻人我，圆觉一路3门。承泽林、宇宙大雄真如殿，暮鼓唤醒眠云客，晨钟摧毁望月僧。到最后一个殿了。灰灰依旧把梦留在寺外，洋洋梅花将佛供在心中。横联山还是山，有点道理暮鼓晨钟敲醒红尘幻梦客，贝叶经文唤回苦海痴迷人。一灯能照千古事，三毒原为万凡根。
一灯千古。明代文学家杨慎曾寓居于此，留下“一水报孤城，烟苗有无。驻帐僧归苍茫外，群山朝叠阁，雨晴浓淡，依兰人在画图中”的对联。对联笔锋苍劲，内容形象而富有画意，不仅写出了圆觉寺风光如画的特点，也写出了平静中人的情感。我们这个大运子太多了，少子少，我们全都是这个老人家都是70多岁了。早上还可以在这里参与扫扫地。是啊。就过这种清静的生活啊。这样挺好。刚刚我就跟圆觉寺的2位管理人员聊了一下就了解到，如果说我们游客想住在这里，然后吃斋饭，平时还可以打扫一下这个寺院，都可以。住上10天半个月都没有问题，然后费用的话呢，就是随多少功德了，随缘了。还有一点我感觉到有点困惑的，就是在网上我看到有些资料显示说，这个景点呢是需要100块钱的门票，但是呢我进来却没有人卖票，也没有人拦我。还有呢，就是从玄龙寺走到圆觉寺网上说有2公里，但是实际上呢才400米。所以网上的有些资料呢，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准确。由于大寺有塔，小寺没有塔，而有此俗语“小寺不塔，大寺塔”，寓意为小事不大，大事大，意思就是小事办得了，大事总是出问题。大事不大，小事不小；大事不大，小事不小。意思就是告诉人们，遇到大事不要慌张，用平常心对待，反而可以把大事办好。遇到小事也不要掉以轻心，也需要谨慎对待，因为一旦小事没有办好，也可能会误了大事。